今天我们来聊聊减脂饮食的秘密武器——蛋白质。很多人一说到减脂餐，就只想到水煮鸡胸肉，天天啃得枯燥无味。问题来了，你真的能每餐都只吃鸡胸肉，日复一日毫无怨言吗？难道减肥注定要和美味绝缘，痛苦的和口腹之欲抗争吗？当然不。事实证明，保持身材是一辈子的事情，饮食绝不能单调到只有鸡胸肉。鸡胸肉固然是优秀的高蛋白低脂食材，但铁、锌等含量相对不足，长期只吃单一食物也难免营养不均衡。其实低脂高蛋白的天然食物还有很多，只要聪明选择，多样搭配，我们一样可以吃得津津有味，瘦得开心健康。在营养学上，蛋白质被誉为减脂的燃脂指挥官，摄取足够蛋白质不仅能帮助增肌维持基础代谢，还能带来强烈的饱足感，避免饥饿难耐导致暴饮暴食。因此多吃蛋白质是减脂关键。但高蛋白食材不等于只能啃干巴巴的鸡胸肉。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定义，只要每100公克食物中蛋白质含量超过20公克，就可称为高蛋白食材。放眼我们的冰箱含餐桌，其实满足这个条件的选择相当丰富。我们特别精选出6大天然蛋白之星，逐一介绍给你。从平价的植物性食物到令人惊喜的海鲜珍馐，每一款都各有绝活。跟着看下去，你会发现减脂餐也能吃出满满仪式感。第1名更是好吃到仿佛在享用一顿大餐。第6名，豆类及豆制品。俗话说，每日菜单少不了豆。在蛋白质的世界里，豆类可是植物界的隐形冠军。我们的传统食物分类豆、鱼、蛋、肉，把豆列在首位，就是提醒大家别忘了植物性蛋白的重要性。别以为只有肉类才富含蛋白质，其实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30% 以上，被誉为田里长出的肉。像黄豆干燥后制成的豆干、豆皮，每100克含蛋白质超过25公克，直逼鸡胸肉呢。而常见的黑豆、红豆、毛豆、青豆等蛋白质含量也不低，尽管不及黄豆，但胜在富含纤维与淀粉，既可当主食，又能补充蛋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黄豆是少数属于完全蛋白的植物来源，亦即包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营养价值一点也不输给动物性食材。而且黄豆不含胆固醇，饱和脂肪也比肉类低得多，反而富含植物固醇、卵磷脂等对心血管有益的成分，真可说是天然又健康的优质蛋白。对减脂的人而言，豆类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优点，提高饱足感，赶走馋嘴欲望。豆类充满膳食纤维和复合碳水，消化速度较慢，吃一碗炖豆子或豆浆燕麦，肚子暖暖胀胀，饥饿感明显下降，想偷吃甜食的念头自然变少。更妙的是，豆类能变化出无数美味料理，绝不怕单调。嫩嫩的蒸蛋豆腐，香辣的麻婆豆腐， Q 弹有劲的素鸡，清爽的凉拌毛豆，从中餐到西餐都有他们的舞台。你甚至可以用研磨的黄豆粉来烘焙点心，做出高蛋白豆渣饼干、豆乳蛋糕等甜品，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怕发胖。想喝饮料，来杯浓郁顺口的无糖豆浆吧，既解馋又补充优质蛋白质。在古代，黄豆是许多平民和寺庙僧人的主要蛋白来源，撑起无数人的营养，被称为穷人的牛肉。许多长寿地区的人们，饮食中豆制品都扮演重要角色，比如日本冲绳老人爱吃豆腐味噌，就被认为是他们长命百岁的秘密之一。现在我们用平价的黄豆就能获得媲美肉类的蛋白质，难道不值得每天给自己来一份吗？许多人还担心吃黄豆会不会影响荷尔蒙，甚至误以为男人吃豆会女性化，其实大可不必恐慌。黄豆中的大豆异黄酮属于植物性雌激素，效果远远比不上人体自身激素，它反而能帮助更年期妇女缓解症状，并不会让男性变娘或让女性发胖。至于有些人吃豆类会胀气，那多半是因为豆子含有的寡糖在肠道发酵所致。建议可以将干豆提前泡水，倒掉浸泡水再煮，或搭配姜片、香料一起烹调，减少胀气几率。其实只要循序渐进增加豆类摄取量，肠道菌群会慢慢适应。
你就能享受豆子带来的好处而无后顾之忧。顺带一提，如果担心植物蛋白不如动物蛋白好吸收，那你大可放心。现代营养学评估蛋白质品质的 PDCA-AS 指标中，黄豆蛋白的得分接近满分，属于最优质的蛋白质等级。也难怪许多素食健身者靠豆制品就能练出结实肌肉，成果丝毫不比荤食者差。总而言之，豆类是减脂餐单中的保障食材，多吃豆不仅让你瘦，还让你更健康。今天就给自己的餐盘加一勺豆子或一块豆腐吧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。第5名，鸡蛋。说到天然蛋白界的万用之王，就非鸡蛋莫属了。鸡蛋个头虽小，营养价值可一点都不小。一颗鸡蛋约含6公克蛋白质，还蕴含几乎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，包括维生素 A、B 群、D、E， 矿物质如铁、磷、锌，以及对大脑有益的胆碱等，堪称自然的综合维他命丸。因此，鸡蛋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滋补佳品，也是运动员和健身达人的挚爱食物。在减脂餐中，鸡蛋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有研究显示，以鸡蛋作为早餐蛋白质来源的人更有饱足感，整天总热量摄取较少，减重效果也更理想。想象一下，早晨吃2颗水煮蛋配菠菜沙拉，到了中午肚子还不怎么饿，比起吃甜面包当早餐的人，你已经自然少摄取了许多热量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鸡蛋的美妙之处在于烹调方式千变万化，再怎么挑剔的味蕾也能找到喜欢的做法。早上可以吃白煮蛋搭配全麦吐司，简单方便又营养满分。中午来份蔬菜火腿蛋饼，蛋香混着蔬菜的鲜甜，满足之余热量也不高。晚餐则能试试温暖的蒸蛋或蛋花汤，滑嫩暖胃，不增加肠胃负担。甚至嘴馋时，来颗乳香入味的茶叶蛋当点心也不坏，一颗也才70多大卡，蛋白质却有6公克，顶饿又不怕胖。可以说，一天之中无论哪一餐，鸡蛋都能巧妙融入，为你提供优质蛋白。许多人减肥喜欢随身带颗水煮蛋，饿了就吃，既顶饱又不怕吃进垃圾热量，这就是利用了鸡蛋高蛋白低热量的优势呢。当然，提到鸡蛋就有人担心胆固醇。近年的研究多认为，每天吃1-2颗蛋黄对大多数人而言影响不大。过去一天1颗蛋的限制做法已被许多研究推翻。美国心脏协会等权威机构指出，对于一般健康成人而言，每日摄取1至2颗蛋黄并不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相反，以鸡蛋取代部分含糖谷物作为早餐，还能稳定血糖，控制食欲，有助于体重管理呢。反而鸡蛋丰富的营养能提升健康，对减脂更有帮助。如果你实在很介意，那也可以采用蛋白加蛋黄搭配法，摄取主要蛋白质时以蛋白为主，但保留1-2颗蛋黄，兼顾风味和营养。其实蛋黄中的卵磷脂有助于乳化脂肪，保护肝脏，对减脂人士也是有益的。另外，鸡蛋所含的氨基酸组合非常理想，其中白氨酸含量丰富，这是一种触发肌肉合成的关键氨基酸。难怪健身圈流行说1日3蛋，增肌不难。有些健美选手甚至每天吃上20颗蛋，主要是蛋白，以确保蛋白质充足。由此可见，鸡蛋在蛋白质摄取上的重要地位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鸡蛋价格亲民，取得方便，人人都吃得起。不论你是学生、上班族还是家庭主妇，要补充蛋白质时，打开冰箱拿出几颗蛋，3两下就能变出一盘菜。从古至今，鸡蛋都是厨房里的营养保障，不少长寿老人几乎天天吃蛋，足见其养生价值。减脂的朋友千万别害怕鸡蛋，只要总热量控制好，天天吃1-2颗蛋不会阻碍减重，反而提供源源不绝的蛋白营养和饱足感。可以说，鸡蛋是减肥路上最可靠也最美味的老朋友之一。问一句，谁说减肥不能吃得满足？煎一颗滑嫩的太阳蛋放在燕麦粥上，大口拌着吃，那种幸福感可不比大鱼大肉差啊。第4名，希腊优格。想在减脂时也能吃点甜的，希腊优格 Greek yogurt 绝对值得列入菜单。别看名字洋气，其实它就是滤掉水的浓缩优格，经过特殊过滤程序去除了乳清，因此质地更浓稠，蛋白质特别集中。
一杯200公克的无糖希腊优格通常含有15公克左右蛋白质，远高于一般市售优格约4到6公克。更棒的是，发酵产生的益生菌让希腊优格对肠道健康大有助益，能改善消化，增加肠胃蠕动。对减脂的人而言，肠胃顺畅了，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旺盛，瘦身效率也会提升。换句话说，希腊优格不但是高蛋白食物，还是调理肠胃的小帮手，难怪欧美营养界盛赞它为完美小点。其实，希腊人和中东地区的居民食用优格已有数千年历史，他们常将浓稠的优格淋上蜂蜜、坚果当甜点，或用香料混合优格腌肉，创造出独特风味。这些古老的智慧正符合现代营养观念，讲求少糖、高蛋白，注重原味。难怪希腊人普遍体态匀称，长寿健康。地中海饮食中，优格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呢。那么希腊优格要怎么吃才有趣呢？毕竟减肥餐不能老是苦哈哈的嚼生菜嘛。其实希腊优格的吃法充满创意空间，让你的减脂生活多彩多姿。最简单的吃法是把它当优格碗，加些坚果碎、苹果丁或莓果拌一拌，就是一道媲美甜品的健康早餐。浓稠绵密的口感仿佛在吃冰淇淋般满足，但热量只有冰淇淋的零头，蛋白质和钙质却远胜后者。不爱吃冰凉的，你可以用希腊优格取代美乃滋或沙拉酱，拌鲔鱼、拌马铃薯做成沙拉馅，风味清新不腻，口又大幅降低热量。还有人拿它来腌肉、调酱。优格的天然酸度能嫩化肉质，又增添一丝奶香。用希腊优格腌鸡胸肉，烤或煎，肉质特别软嫩多汁，拌点香料和蒜泥，就变身成印度风味的优格酱。沾蔬菜吃，清爽又解馋。若想吃点宵夜甜点，也可以试试把希腊优格加代糖和可可粉搅匀，冷冻成优格巧克力双麒麟，绝对让你一解相思糖苦。想象一下减脂的夜晚，窝在沙发，看着剧集，咬一口自己做的低卡巧克力优格冰淇淋，浓浓的可可香在口中化开，那种满足感是不是很难以言喻？选购希腊优格时，要记得看清成分标示，挑选无添加糖的原味优格最理想。有些市售优格添加了果酱或糖浆，蛋白质含量不高，反而糖分爆表，减脂时可要避开。若嫌原味优格太酸，可以加一点代糖或少量蜂蜜调味，但别一次加太多，毕竟控制糖分摄取对瘦身很重要。好消息是，如今市面上甚至出现强化蛋白质的希腊优格，每杯额外添加乳清蛋白，蛋白质含量高达20公克以上，直接媲美一份鸡胸肉。对健身族群来说，这种产品方便又实用，忙碌时吃一杯优格就补足了蛋白。总之，希腊优格让我们看到甜食和瘦身并非水火不容。掌握好食材特性，我们完全可以一边吃得开心满足，一边瘦得健康漂亮。下次嘴馋时，不妨拿优格来试验新食谱，也许就此发现减脂料理的新大陆呢。第3名，鱼肉和海鲜。海洋孕育了各种高蛋白低脂的美味宝库，鱼虾等海鲜就是减脂族的好朋友。俗话说，常吃鱼，聪明又健康。大多数白肉鱼的脂肪含量都很低，肉质细嫩，富含优质蛋白，每100克鱼肉通常含有20公克左右的蛋白质，脂肪却少于3公克，热量往往不到110大卡。也就是说，一大片清蒸鱼下肚，热量可能还不及半碗白饭，但蛋白质却满满当当。难怪营养师们都建议想瘦的人每周至少吃2到3次鱼。世界上著名的长寿地区，如日本冲绳和希腊克里特岛的居民，饮食中都充满各种鱼虾海味。他们不仅肥胖率低，平均寿命也相当惊人，可见常吃海鲜对健康体态的注意。拿台湾常见的虱目鱼来说，因鱼肉呈乳白色且含丰富蛋白质，被昵称为牛奶鱼。去皮的虱目鱼片每100克约有 21.8 公克蛋白质，在各类鱼中名列前茅。在台南，虱目鱼更是庶民美食的代表，早餐来碗虱目鱼汤或虱目鱼粥，暖胃又高蛋白。其他像鲈鱼、鲷鱼、鳕鱼等白肉鱼，蛋白质含量同样惊人，脂肪也极低，蒸、煮、煎都适合。
鱼肉细致，好消化，连牙口不好的银发族都很适合多吃。一些深海鱼如鲑鱼、青鱼虽然脂肪较高，但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能抗发炎，保护心血管。这类好油对减脂者其实有益无害，适当摄取油脂可以促进荷尔蒙平衡，不至于因过度低脂而停经或皮肤干燥。因此，每周吃1-2次鲑鱼等油脂丰富的鱼，不仅不会妨碍减肥，还可能让你瘦得更健康有光彩。谈到海鲜，高蛋白明星可不止鱼类，虾子、干贝、蛤蜊、花枝、章鱼等水产，个个都是蛋白质丰富又低热量的好食材。以虾子为例，不论是草虾、白虾还是体型小巧的樱花虾，蛋白质含量都相当可观。每100克虾肉约有21到22公克蛋白质，和瘦肉不相上下，而脂肪却不到2公克。更难得的是，虾子体内含有天然的虾红素，这种橘红色的抗氧化物质不仅让虾肉呈现诱人色泽，也有助于清除自由基，保护视力和皮肤健康。很多人担心吃海鲜会影响血脂，其实适量吃虾并不会显著升高血胆固醇，相反地，用高蛋白的虾肉替代部分红肉，还可能改善血脂比例呢。只要不过量，每餐摄取100到200克虾肉，对大多数人都很安全。正常饮食下吃虾的好处远大于风险。海鲜类的烹调方式也是多种多样，绝不会让你的餐盘无聊。喜欢清淡，就白灼虾、清蒸鱼，保留原汁原味的鲜甜。偏好重口味，可以香煎鱼排、蒜炒鲜虾，加点蒜蓉黑椒、柠檬提味，美味度直逼大餐。还有一道经典的高蛋白家常菜，虾仁豆腐蒸蛋，将鲜虾仁、嫩豆腐和蛋液同蒸，虾肉鲜甜弹牙，蛋羹细腻如布丁，搭配豆腐入口即化，淋上几滴酱油、香油和葱花增色，一上桌绝对卖相满分，香味扑鼻。许多名厨都推荐这道菜作为减重人士的营养餐，粉丝们看得直呼，这哪像减肥餐，根本是5星级料理吧。可见只要善用海鲜，减脂餐不仅不单调，还能媲美高级宴席的水准呢。另外，别忘了海鲜还有一个隐藏优势，烹调快速方便。鱼虾通常只需简单汆烫或快炒几分钟就熟，比起动辄烤1小时的牛肉省时多了。现代人忙碌，下班后懒得开火，不妨备些鲔鱼罐头、牡蛎罐头在家，打开罐头沥干，加点胡椒和橄榄油拌蔬菜，就是一盘即食高蛋白沙拉。难怪近年来鲔鱼罐头成为超市抢手货，不少健身上班族把它列为减脂必备。有人在网络上分享，用水煮鲔鱼罐头拌优格，再加生菜卷着吃，清爽无负担又有饱足感，引发上万网友按赞效法。也有人练完重训，直说来一碗鲔鱼加水煮蛋加烫青菜加海苔，补充蛋白质又吃得开心。看到这些新潮又健康的吃法，你是否也跃跃欲试了？让鱼肉和海鲜照亮你的减肥餐吧，保证美味不断，身材日渐轻盈。第2名，瘦红肉、牛肉、猪肉、羊肉。很多人减肥时对红肉敬而远之，生怕吃了牛肉、猪肉就长胖，胆固醇飙升。其实红肉是否发胖，关键在于部位和烹调方式。只要选对瘦肉部位，牛、猪、羊一样可以是低脂高蛋白的优质食材，还能提供白肉缺少的某些营养素。我们先从牛肉说起，瘦牛肉其实是许多健身达人的挚爱，像牛腱、后腿这类运动量大的部位，脂肪含量较低，每100克牛腱肉含蛋白质约21到22公克，休掉肥筋的牛腩也有接近22公克蛋白，并且富含胶原蛋白，煮汤炖煮风味绝佳。牛肉还提供丰富的血基质铁含锌，铁能帮助合成血红蛋白，预防缺铁性贫血，让减脂期间你依然红润有活力。锌则有助维持免疫功能，加速组织修复。适量吃瘦牛肉，对常运动或正减肥的你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说到牛排，许多人以为减肥绝缘，其实如果部位选对，牛排也未尝不可。瘦肉含量较高的牛排部位像沙朗、牛里脊、纽约客、去骨牛腰肉、菲力牛腰内肉等，
每100克蛋白质都在20公克上下。其中菲力因为位于牛子腰部，运动量极少，肉质特别软嫩，且几乎没有肥油，是脂肪含量最低的牛排之一。只要用少许油煎至5分熟，撒点黑胡椒和海盐，就是一份高蛋白的美味大餐。对重训人士而言，运动后来一份中等大小的瘦牛排，不仅满足口腹，补充的肌酸还能帮助肌肉恢复。难怪有健美选手笑称没吃牛肉就不算增肌。因此，千万别把牛肉打入冷宫，只要掌握适量、瘦肉2大原则，牛肉完全可以列入你的减脂菜单。我有一位健身好友阿勇，以前减肥期间完全不敢碰牛肉，导致一段时间出现头晕、脸色苍白等症状，典型的缺铁性贫血表现。在营养师建议下，他开始每周增加2顿瘦牛肉餐，结果不仅没有发胖，反而觉得力气变大了，训练表现提升，减脂进度也更快。可见适当摄取红肉对于维持体能是很重要的。再看猪肉，其实猪肉中也有瘦脂，猪里脊和猪后腿肉就是典型的低脂高蛋白部位，被营养师称作猪肉界的鸡胸肉。每100克猪里脊约含20公克蛋白质，脂肪含量仅五花肉的1/3不到，而且富含维生素 B1， 有助于糖类代谢，减少疲劳感。很多人一提猪肉就想到油花四溢的五花肉、东坡肉，其实只要避开这些高脂部位，聪明挑选里脊、小里脊、猪腰内肉等瘦肉，再把烹调方式从油炸改成快炒、清炖，就能大幅降低热量。比如用蒜片和彩椒快炒猪里脊，出锅时撒点黑胡椒提味，不仅色香味俱全，还是到标准的低卡高蛋白家常菜。许多注重身材的人都表示，他们把猪里脊当主菜，瘦身效果一点不比鸡胸肉差。毕竟猪肉风味浓郁，肉质细嫩，只要控制油脂调料，用健康的方式去料理，它一样可以成为减脂利器。最后别忘了常被忽略的羊肉。许多人一听羊肉就联想到油腻上火，其实精选部位的羊肉营养丰富，热量也未必高。营养专家指出，羊肉里含有左旋肉碱和支链氨基酸 BCAA， 能帮助脂肪酸运送到细胞的发电厂燃烧，并促进肌肉蛋白合成，缓解运动疲劳。换言之，适量吃点羊肉，有助提高脂肪燃烧效率，维持瘦肌肉，对减脂相当有益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有人查询食材资料后发现，100克去皮羊腿肉约含27公克蛋白质，脂肪却只有约3公克，热量大约140多大卡，和去皮鸡胸肉几乎不相上下。想不到吧？过去我们以为肥滋滋的羊肉，其实瘦起来丝毫不输鸡肉。当然，一般餐馆里的羊肉料理多半用了肥瘦相间的部位，加上烹调时常搭配麻油药膳汤底，热量不低。在家自煮的话，建议选择羊前腿、后腿或里脊等瘦肉部位，先把表面的白色脂肪仔细修掉，再用汆烫、清汤、小火慢煮或涮火锅的方式烹调，既去除多余油脂，又能保持肉质鲜嫩。这样一来，就算夏天想吃羊肉炉，也不用怕胖上火了。事实上，适量吃些温热的羊肉汤，补充蛋白，同时驱走寒气，还能增进血液循环呢，一举多得。总的来说，牛肉、猪肉、羊肉这些红肉并非减脂大忌，重点在于精选瘦肉，适量摄取。建议每周还是可以吃2-3次瘦红肉，摄取丰富蛋白，同时补充铁、锌、维生素 B 群等微量营养，有助于维持体能和健康。不吃红肉的减肥者，往往容易出现贫血或疲倦虚弱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另外也提醒一下，培根、香肠这类加工红肉，因为脂肪和钠含量极高，就不在我们推荐之列了。至于新鲜的瘦红肉，只要控制分量，例如每餐掌心大小的一份和健康的料理方式，它们完全可以列入你的瘦身食谱。更何况，红肉独特的滋味能满足食欲，偶尔咬一口多汁的牛排或烤羊排，你会觉得人生没有那么苦吗？减肥不是惩罚，我们可以享受食物，只要吃得对，一样能越吃越瘦。第一名，干贝。现在隆重登场的第一名，就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高蛋白美食之师干贝。没错，
就是平时只有在大餐里才能见到的那种顶级海鲜。为什么干贝能击败重重对手，登上天然蛋白排行榜的冠军？原因很简单，它实在太美味，同时又几乎全是蛋白质。干贝其实就是大型扇贝的贝柱，是扇贝体内最精华的部分。新鲜的生食级干贝可以生吃做成刺身，口感甜嫩细致，稍加煎烤，表面微微焦黄，锁住鲜汁，内里却仍如豆腐般软嫩，一口咬下去，那鲜美多汁的滋味简直令人陶醉。这等顶级美味竟然也是减脂者的福音，听起来像在做梦，但它真实存在。别以为美味的东西一定热量爆表，其实干贝的营养构成相当梦幻。每100克新鲜干贝约含有20公克蛋白质，脂肪却不到1公克，碳水化合物也低，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卡路里食材。干贝也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和牛磺酸、锌、硒等微量元素。牛磺酸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胆固醇，锌和硒则有抗氧化作用。换言之，吃干贝不仅不胖，还对健康有多重益处。在日本，干贝被视为海产中的营养宝库，许多注重体态的人也爱用干贝入菜，兼顾美味与健康。或许有人会担心干贝的胆固醇含量，但只要不是天天狂吃，其实无需过度顾虑。正常摄取下，干贝对胆固醇的影响微乎其微，反而它提供的大量蛋白质和其他营养能提高新陈代谢，让你更有活力去燃烧热量呢。谈起干贝的美味，相信吃过的人都难以忘怀。无论是鲜甜生食还是煎烤炙烧，干贝总能把人带到美食天堂。一些高级料理如法式干、贝佐奶油白酒酱、中式干贝拔菜胆都是闻名饕客的经典。而把干贝入菜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一道平凡的炖蛋如果加上几颗干贝，立刻提升为宴客级别的美馔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干贝的美味早在古代就受推崇。古人将干贝晒干制成瑶柱，是御厨煲汤提鲜的秘宝，甚至曾作为贡品进贡皇室。如今有了现代养殖和冷链技术，我们平民百姓也能轻易吃到这种昔日贵族专享的美味。真要感谢时代的进步。不过一般人减肥总觉得这种奢侈离自己很远，其实不然。现代人讲究聪明饮食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干贝来提升减脂餐的满足感。在特别想犒赏自己的时候，不妨安排一餐干贝盛宴，不会破坏你的减重成果，还能让精神大振，味蕾大悦。何况现在大型卖场或海鲜市场买到生冻干贝并非难事，有时候特价时一盒干贝的价格还不及外头吃一顿牛排呢。买回家的干贝只要简单料理，就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最诱人的主角。试想用平底锅煎香干贝的两面，撒上一点海盐和黑胡椒调味，出锅后挤上柠檬汁，搭配烫熟的绿花椰菜或芦笋，就是一道媲美西餐厅的享受。或者将干贝和瘦肉、香菇一起熬煮高汤，汤头极鲜却油脂少得可怜，作为冬日暖身汤品最适合不过。这些料理做法一点也不复杂，却令你的减脂餐瞬间升级，既满足口欲又不伤身材。干贝正完美体现了减脂不等于减味道这句话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干贝这么贵，是不是只能偶尔过过瘾？确实，干贝价格较高，平日未必舍得餐餐享用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要把它视为减脂旅程中的一项仪式感享受。也许1周1次、2周1次，在达成一个小目标后，用一餐干贝大餐来奖励自己，不但不会发胖，心理上的满足更能激励你继续坚持下去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，适度的奖赏能增强行为的延续性，减肥也是如此。如果过程太苦，谁都撑不久，但若偶尔宠爱自己一下，反而更有动力长期维持健康饮食。干贝这样的美味恰恰提供了一种积极强化，你吃得开心又不会内疚，于是更愿意继续吃健康。长此以往，瘦身变成一件享受的事，而非折磨。当别人还在抱怨水煮餐有多难以下咽，你早已在高高兴兴吃着干贝，轻轻松松瘦着腰。这就是聪明减脂的最高境界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你对减脂的高蛋白美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总结来说，
鸡胸肉固然是经典，但千万别以为减肥只能靠鸡胸肉单打独斗。我们的餐桌上其实有非常多天然高蛋白食材可以选择，例如植物性的黄豆给你纤维与蛋白双重满足，鸡蛋让你从早吃到晚都能有饱足感，希腊优格带来甜蜜又健康的滋味，鱼虾海鲜提供清新多样的鲜味，瘦牛瘦猪瘦羊补铁补锌又解馋，最后连干贝这种顶级美食都能为你的瘦身助攻。听完是不是觉得肚子有点饿了？别忘了，减脂不是挨饿，更不是与美味绝缘，相反地，减脂是一趟与食物重新相处的旅程。减脂我们学会挑选食材，用心烹调，在品尝滋味的同时悄悄甩肉。当你善用以上这些天然蛋白质来填满餐盘，细细品味每一口食物的美好，你会发现苗条和满足其实可以兼得。事实上，已有许多成功案例证明美味减脂的可行性。一位原本体重100公斤的网友就分享过他的减肥经验，他并没有天天啃生菜饿肚子，相反地，他每天研究怎样用上述食材做出丰盛的料理。早餐来一份水果优格，燕麦午餐，享用蔬菜，蛋白炒豆干，晚餐则变化鸡肉海鲜料理，周末还奢侈的吃场牛排大餐，当然选用瘦肉部位。就靠着这样吃好吃满的方式，他在1年内足足减掉了40公斤，而且几乎没感到过痛苦。他笑称自己只是改变了吃的内容，没想到体重就悄悄下降了。所以千万别再认为减肥餐等于苦行僧式的折磨人饮食，你完全可以吃得像女王或国王般满足，却依然瘦成自己向往的模样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减肥路上吃得开心，瘦得顺利，最终收获轻盈健康的理想自我。最后别忘了，减脂塑身还需要配合适度的运动锻炼，高蛋白饮食才能发挥最大效果。饮食加运动双管齐下，你一定能早日达成理想的体态。